很不可思议。如果你是我们的葡萄酒圈的话呢，你大概率也刷到了这个消息了。如果你不是我们的酒圈的话呢，让我给你简单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就是葡萄酒界有2个被视为世界上顶级的考试，一个是葡萄酒大师 Master of Wine， 一个是侍酒师大师 Master Sommelier。我2019年就通过了这个葡萄大师的考试，这个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有500来号人通过了。这个 Master of Wine 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侍酒师大师呢，从60、70年代以来呢，只有200多个人通过了这个考试，然后拥有这2个大师头衔的全世界呢，只有5个人，所以我决定去挑战这个侍酒师大师考试，成为这个全世界第6个拥有这2个头衔的人，而且成为中国首个双料大师头衔的。其实我并不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考试的，也不是第2次，也不是第3次，已经是第5次了。甚至我发现呢，我早在2020年已经开始有所准备。今天是2020年1月24号，我前2天正式报名了侍酒大师 Master Sommelier 的考试，已经支付了这个考试费。考试安排在2020年的10月29号到31号之间。但是因为当时的疫情呢，就没有能够在2020年参加考试的，所以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呢是在伦敦，是在2022年。那么要通过这个考试，也得通过3门，第1门呢就是理论，第2门就是盲品，第3门呢就是实操或者服务部分的。2022年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呢，1门都没有过。哎呀喂，C'est la vie。今天是2023年10月26号的早上11点。我要第2次参加 MS 的理论考试，第2次呢也是在伦敦，也是全部的 C。第3年，有点进步了，得了2个 B， 必须得得一个 A 才能通过。去年2025年就在悉尼，终于通过了被视为最难通过的那1门，就是理论，我就得了一个 A， 但是呢还是没有通过盲品和服务，所以今年呢我就补考了盲品和服务。所以我去的时候呢要先补考盲品，然后我们在这个考试之前呢跟我的朋友 Henry 和 Anna 就是练习了无数次的，所以那个练得非常的熟练整个盲品的一个流程。但是呢我们犯了一个小错误。没把握。虽然我们在南宁呢练了150多次，但是呢我们犯了一个比较致命性的错误，可能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就是我们都是在同一个环境用同样的杯子训练，我们应该多换一些环境，多换一些杯子，换一些光线，因为呢真的一旦换了一个环境呢，那个酒的表现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而且可能是因为考试的紧张的原因，就是我没有品完第3款酒，我已经到了一半了。然后服务的时候呢，就是他们在你服务几桌评委的同时呢，他们会问你很多的问题。好了，考完了，回房间向网信报告情况。我的服务方面的这个实操也是练得非常的熟练，像肌肉记忆一样的练得非常，是表现得非常的流畅。就是在介绍酒款的时候呢，可能犯一些小的一些小错误，是不那么严重，所以但是又有一些严重的，所以那时候呢，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过还是没有过。这个考试呢有个好处，就是结果是考试当天公布。OK， 我们到了公布结果的地方呢，我们会一一的被叫过去的。Monsieur. Monsieur.